好，今天我们这个海洋堂阿卡姆骑士的蝙蝠侠呢，总算也是到手了。这回不多废话，其他内容呢就不多说了，我们就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关节的拆解和可动。好，我们先从头开始看起啊，这整一个脑袋呢是一个软胶件，所以说开合的时候，这个耳朵可能会被压弯，那么你用电吹风吹一下就可以解决了。然后是脸，这张脸其实做的还可以的，这个阿卡姆骑士蝙蝠侠的马脸，个人觉得还原的还是相对来说还行吧。然后背面就是这么一个桩是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呢，有一个问题啊，就装上去之后呢，这个脸上的这个缝呢还是比较大的。视频里面可能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实物还是很明显的，缝比较大。然后呢，往底下看的时候啊，这种接缝的地方啊，它没有涂黑，还都是肉色，这个有点强迫症，有点糟心。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眼珠子后面的这个槽啊，开的都比较大，而且这个眼珠子整体偏紧。你调眼珠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手感会不是很舒服。我先给它装上。好，那这次脖子是一个 L 型的球冠了，双头球冠 L 型的，后面还有开了一个槽。装上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抬头的幅度是挺 OK 的，低头也还可以。那么在装这个脖子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躯干的这个部分啊。首先是这个脖套啊，这个脖套呢是一个比较是一个活件，它的这个两个卡扣的这个方式啊，是和那个毒液特工是有点类似的。然后对可动的影响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小，还可以。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披风呢是整个粘在它这个脖套上面的。比如说如果你想拆披风或者是换披风呢，还是有点麻烦的。我先把它装上去，这边你看到这上面都是有对准了它这个槽位。好，装上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它这个脖子的可动啊。低头呢这个两段低头还是很标准的，抬头效果也是不错，反正肯定是比这个山口老的这个 1.0 的抬头低头好啊。1.0 这个抬头低头比较的幽默。好，那么这个歪头呀转头呀都是比较轻松的。然后是这个脖套这一块啊，你看到啊，它如果你调整不好的话，就是肩膀披风这块如果调整不好的话，它这个会比较的高耸，看到没？就很难看。你就这个玩的时候啊，摆动作的时候稍微把它往下摁一摁，或者披风后面拉一拉，这个能看着舒服不少。我说一下这东西，我个人感觉问题最大的一个点啊，那就是这个肩胛了。一般玩这个山口玩具玩的比较多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山口呢喜欢在这种有肩胛的或者是什么膝盖甲呀这种小的零件的地方呢，可能会加一个小转轮。那么最近2年呢，就是设置的像是我们这个阿卡姆骑士这种一个小球冠或者是一个小桩位能给它卡住，但是呢都是灵活可以动的，你可以调整，对吧？但是我们的这个蝙蝠侠它就不一样了，它直接跟你粘死了，这就很恶心了。你看啊，我手上这一只，这边是很服帖的，能贴在这个肩膀上的，对吧？那么这一侧两边不对称的呀，很难受啊，这个逼死强迫症啊，而且调都调不了，对吧？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它这个披风呢是夹在它的这个三角肌和肩胛之间的，就是一个相当于披风上开了个孔，直接套进去的。所以说呢，你在玩的时候要不当心一点，捏着这个披风动它的胳膊，那咔吧一下它就断了，特别容易断啊！在贴吧上已经看到了两个兄弟这个地方断掉了。
好，那么直接来看一下这个肩膀的这个关节配置啊，跟以前差不多的，所以这边就不拆了。一个连着这个胳膊的是一个球冠，然后再连着躯干的是一个阻尼球，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前后滑的一个滑轨，做这个收胸和挺胸的动作。整个胸这边一块的这个涂状质感，个人感觉还是挺好的，还是挺漂亮的。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手臂吧，这一段就很普通的一个斜切吧，没什么好说的。然后整体关节的这个松紧手感还是 OK 的。然后这边的胳膊上呢，可以看到啊，它其实也是一个跟以前差不多的一个球冠，再加上阻尼球。但是呢，这个藏的比较深，如果你不拆的话，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然后这边的桩还是比较的粗的，比较长的，上面会有一个小的这个关节套，防脱落环吧，把它装上去。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手腕关节，手腕关节这次给的比较粗，这个球给的也比较大。连着这个小臂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防脱落环的，然后安装手感还可以，比较紧。好，我们把手装上去。那么连接手的地方是没有防脱落环的，这个插拔的这个手感，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很润。装上胳膊和手之后呢，我们来看啊，这次这个蝙蝠侠螃蟹臂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胳膊确实是非常粗。1.0的时候呢，可能也有一点点螃蟹臂的毛病，但是啊，没有这个阿卡姆来的这么夸张啊。这个你摆姿势的时候要稍微调整一下了，比如说往这个胳膊肘这边往里面收一收，可能看起来效果会稍微好一点。但总体来说，这个螃蟹臂是很厉害的。好，我们来装这个胸腰，这个跟以前的这个配置差不多啊，跟最近2年的这个胸腰设置就是那么一个套，给它套上去。好，那么这个一体性啊还是挺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可动啊，胸部可动挺 OK 的，这个前倾的这个角度还是很大的。然后后边的这个穿帮呢，个人也能接受。往后挺胸就比较一般了。好，转胸，手感还是挺紧的啊，紧总归比松好。那么这次因为毒液特工会有这个转胸的时候啊，把这个合模线啊，也不叫合模线了，就是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卡扣装位的，它是两块甲合起来的嘛，对吧？那么毒液特工呢，是这个一拧腰，这一片东西呢就脱开来了，然后里面的装位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一只呢，这个毛病呢也没有这毛病，还是 OK 的。我们来看下半身啊，下半身大部分的这个关节配置呢，其实跟最近2年的东西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说呢也不拆的特别碎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就大致看一下。那么首先是个腰带，腰带这个上面金色的这个涂装呢，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的好看的啊。腰带也可以往上转，两边都 OK 的。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腰包啊，也是跟以前的东西是一样的。然后这边是一个有个小的一个装位，可以调整。那么大腿呢就是一个球冠，别的也没什么。然后再配上一个斜切，这个斜切的手感也是比较不错的，也不是很松，也不算特别紧吧，适中，两边都一样。然后是这个膝关节吧，膝关节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么一个直着这么切了一刀。但是啊，这个膝关节呢，其实最近这几只东西啊，就是
从毒液特工开始吧，包括还有之前的月光骑士，它的膝关节都是比较紧的。然后呢，我这边是上了一些润滑油的，不然的话那个声音嘎吱嘎吱听得特别难受。胫骨这边一块的关节啊，没有用到转轮啊，还是跟最近的产品一样的，是这么一个轴。手感也偏紧，所以我也是上了一些油，现在稍微好一些，不然的话它也是一个这种嘎吱声比较响。我们给它装上小腿，先看一下小腿吧。脚踝这边呢，连接上面的是一个球关，连接下面的是一个阻尼球。这个阻尼球也是非常紧啊，这个嘎吱声听着也很难受。那么我也是上了一些油的，可动的话还是不错的，前提是不装上这个小腿前面的这个夹。给你看一下，可动个人觉得还是 OK 的。然后接地呀，这种都没什么大问题。然后我们装上它这个遮挡的地方，这是一个半个球关，它只给了一半，可以看清吧？它这个球只给了一半。再装上，好，就这样子可以了。装上之后呢，对它的这个可动呢有点影响的，特别是往前只能靠这个脚尖了。那么接地也是有点影响的，但还好啊，它这个软胶的话，这个形变跟着这个形变还是能动的，然后往下是没有影响，这个是 OK 的。好，给它装上。两条腿都是比较紧的，包括这边这个球也是比较紧的。好，这个腿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那么顺便说一句，这次的这个膝盖啊，其实手感还是 OK 的。你正常这么玩的话，是基本上不会拖出来的，不会有出现这种掉腿的情况，都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那么这个大家常说的这个腿短的问题啊，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蝙蝠侠 1.0， 好像确实，我来拆一拆这个，整个下半身来对比的话，它确实是矮了一截，小腿这边短了不少啊，小腿这边真的短了不少。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可动和这个身形比例。好，我大致的调整了一下，大致的看一看吧，它这个身形比例啊，腿确实还是偏短的，然后上半身呢过于的粗壮强壮了，这个小臂和大臂都非常的粗啊。然后呢，胳膊呢其实不是很长的，就是从这个比例来说，它这个腕线啊，也就才刚刚到当中一点的地方，其实胳膊不算很长，就是这个腿实在是短，它短了这么一截，那么一看呢就显得这个胳膊长了。没有办法，这个大家去拷打这个于大师啊，很可惜，其实挺漂亮的。那么整体的可动来看一下吧。抬头刚刚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含胸抱胸的这个动作，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个人觉得幅度特别大。挺胸幅度也是挺不错的，就是把玩起来有点过于的紧了。然后胳膊可动呢，该有的也都有，就是这边的披风啊，可以看到这边披风啊是有干涉的，它是连着它这个肩胛一起动，这就很难受了，个人不是很喜欢啊。
不是很喜欢这种设计，而且里面有没有铁丝？哦，还好，里面是没有放铁丝的，铁丝是从这边开始的，但是呢也很难受啊。曲肘幅度 OK， 然后手腕也都还可以，这个没啥好说的，就不多说了。那么弯腰，那这个是山口玩具的这个老特色了，弯腰肯定没有问题的。挺胸幅度也还可以。这边穿帮，个人觉得是，还是防穿帮做的还是可以的，都不是特别明显。然后侧腰都不错，转胸、转腰都 OK。那么踢腿，正常踢腿呢就踢这么些的，当然你要摆一些极限动作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下它的这个斜切之类的，这个自己调就行了。然后屈膝，都很常规，可动呢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那个刚才接地这种都也已经说过了啊，当然这边还得说一下，这边的这个脚啊，我这一只啊，这个甲胄啊很难受，阻碍特别多，它一下不小心就卡在这个脚和小腿之间了。再说一下披风，这次披风织的铁丝非常的狠啊，总共9根啊，每一个这个尖它都有那么一条竖直的铁丝，每一个尖都有，但是它底部是没有织铁丝的，就是全是这个竖着织的这个走向的铁丝。那你要掰动作的话，要掰点好的动作，还是要有点想象力的。如果你特别会凹这种比较飘逸、比较这种披风造型的话呢，出来的效果应该是相当的不错的。但是呢，如果不是特别会掰，那这个披风就很麻烦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吧，其实也没什么好总结的。这些目前为止大部分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这个视频里面基本上也都提到过了。那么至于这个东西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呢？那么大家看了就知道了。